专精靠山招，我叫你沙暴！又一个窝在王者的 SS 神爪要在传说推出了，当其他人还在讨论时，我在几年前已经领先把它给摸透，极高胜率，没错，就是骑在男人上面的雅雅。这英雄绝对是最屌辅助，没有之一。T0之灵比瑞克古墓更屌。可是你真的玩对他，或者真的会玩他吗？别慌，这一次直接教你三招，里面连招、口诀、心法什么都有，看完就跟专精跟 SS 一样。最好的出招奥义魔文，最通俗易懂的，让你明白他的技能怎么点法顺序，最适合搭配什么英雄压制什么英雄，被什么英雄给压制呢？好好享受吧。本节目没有人赞助播出。首先，我们直接给大家最好的出装奥义魔文先。在出装方面，这位英雄一开始辅助装试出土之宝石，大家千万别出错这一个魔法攻击的蓝色宝石，因为土宝石所给到的护盾值，大家算过之后都知道是比蓝色的宝石、水宝石更加的好。而我们用到的技能呢是清新，当然你可以用开视野，什么都可以。如果是清新就比较百搭，而也是比较推荐这众多控制英雄的版本所使用的。第二件装备就是鞋子，鞋子方面呢，大家用冷却鞋。这个英雄最吃的就是技能的冷却。我们不说这魔防啊、韧性啊这之类的东西不是很需要，因为基本上你都很少机会会下得了来。所以说韧性这回事，或者是说防御力这回事，根本就没什么大的这个时间给你用，不多时间用。冷却就使得你技能更加多的刷。之后就是拘魂录，拘魂录这个装备呢，是因应现在版本很多这吸血角色，而之后就是寒心法杖。如果对面的吸血角不多，那你就可以把寒心法杖先出，然后把拘魂录后出，因为对面的射手这嗜血弓也没有那么快出来。如果对面是什么吕布啊、美娜这类型的，那我们就先出拘魂录，再出寒心法杖。之后就是巫妖皇冠，最大化自己的魔法攻击值，不是说要打人更痛，而是我们技能就是吃这些。这之后呢，就是把绿书给它合上去，神圣法典，那我们这个英雄技能就最大化了。在奥义方面呢，最好的奥义就是左边塞荒芜，中间塞庇佑。为什么不用精灵？就是因为这个英雄不是很需要跑速，不是很多时候你需要跑来跑去。而右面呢，你可以塞电污，如果你想打更多伤害，可是我们推荐是用英勇，因为这个英雄不太需要更多的魔法穿透，反倒是生命值更加的需要。说完了出装奥义之后，最好的魔文是什么呢？没错，就是最大的用炼金。之后小魔文方面呢，挑战者技能我们要给个缩减的小魔文，小兵斩杀也给他用上去。这样的话，整理兵线或者你跟着打野去整理兵线也是能够更快。到了挑战者技能，各位小兄弟千万在这版本，如果你家的核心是一个射手位的话，用狂热。如果是射手打野，就更该带狂热，就算不是狂热也很该用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塞了这个冷却缩减的魔文之后，我们用狂热那是很快又有，而且能够让你的射手更快的成型。你可以一直按狂热，在无论团战也好，在整理兵线也好，或者是打野也好，都更加的快，比对面更快的 gank。 如果你的打野或者是说你的射手更快的去有这个兵线优先权，岂不乐哉？那如果对上有个害牙或者是说很怕被控制的英雄，就用清醒。说完了我们最好的出装奥义魔文还有挑战者技能后，就到专精三招了。专精第一招 Sugar Daddy。 在说专精三招之前，必须得让各位小兄弟知道他的技能大概是长什么样子，你才能够有更好的了解。那我们不会依书直读，反而是用归纳超简单简易的告诉大家这英雄的技能。一技能是留一个 AOE 伤害的技能出去，有点像卢米亚的一技能。
那二技能呢，就是核心技能，附身在队友身上，并且为他提供一个3秒的护盾。而附身之后，一技能、二技能都是可以继续释放。比方说二技能你可以跳下来，又或者二技能再直接用点的，就会再放一个护盾给你的队友。大招方面呢，有点像貂蝉的大招，身边一个大范围会对敌人造成攻击，不过不是拿来打伤害的，而是这一个技能能够将敌人变形变成小动物，使得你打他没有还手之力。如果你被打得很惨，你的被动就是使得你变成一个小动物，而你呢，还是能够在小动物的期间有位移，但是对面打不到你，更好的逃生了。那点法顺序呢，通常主二辅一，有大点大，更能保人。其实主一主二都行的，如果你想补输出就主一，不过有大点大那就是绝对的。那我们说完了这英雄的技能之后，就直接开始专精第一招 Sugar Daddy， 说的是 SS 玩它时的核心观念是怎么的套路。大家得知道的最核心玩法是什么，是二技能选人宝，选人上，选对了人，你这个英雄就已经赢了一半。选了个浪的那就完蛋，但是要怎么挑呢？我教你，你应该先选择哪个位置，应该先选择跟随打野。毕竟你的优势就是，即便打野飞来飞去，你也不会跟不上。gank 成功几率会因你而大增， gank 一旦成功，风向就来了。反而射手中路的话，正常辅助都跟得上啊，在一条路，中路的话很少说你跟不上的中路，那就发挥不了你的最大优势，所以可以选择先跟随打野。如果打野凯瑞，那就继续跟，不行怎么办？挑射手来跟。如果射手也不行怎么办？就是法师，最后才去选择凯撒路，这是通常的情况。如果多排，那就不用多说，上自己认识的人。如果你认识的人没路人强，那还是跟随路人吧。那最好上什么英雄？最后片尾的相生相克表会告诉大家。不过这个英雄核心就是选对人，大家得知道，千万别选错队友。这是第一招 Sugar Daddy， 找对你的 Sugar Daddy 那当然这是比较简易的入门的专精第一招啊，观念方面的。但是实际操作方面，很多人以为雅雅没操作，那就带到下一个专精第二招雅雅无限连。别以为是简易辅助，但技能施法顺序还是重要啊，接招也是有的。怎么做？大家拿纸拿笔来，别只会啊上着去，一直上着去，不知道该怎么之后怎么做。他的接招口诀施法顺序就是22132。在团战之前，通常你都已经使用了二技能上你的队友身了，但是在团战时，你要怎么去承受伤害？先让你的队友进场，可是之后我们再用一次二技能，拉动你的二技能，跳下来找个扛伤的位置，释放你的一技能，然后大招。承受完全部技能之后，差不多残血了，你会死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你还有一次二技能啊，你的二技能又好了，跳上去你的队友身上，对面怎么打你？打不到。可是对面技能全部缴了，你还在团战之中啊，你还能继续释放你的技能啊，承受完伤害，对面又收割不了你，你还能继续释放技能，这才是我们雅雅最该做的做法。所以说口诀我再重复一次，22132。那大招什么时候用呢？大招与雷魔阵类似，与貂蝉的大招也类似，我的意思是范围。那
既然范围那么大，而且全部人你都能打，这 AOE， 所以我们要先用一技能嘛。在刚刚我们说大招之前，22132，那3之前用1啊。先用一技能环速对面，控制一下对面，兵障弄起来，把对面弄硬之后呢，才释放你的大招。那这样的话，大招才更容易命中，使对面变动物就是这么容易，一点都不难呢。再跳上去，然后队友收割对面，完事。别以为只是附身在上面啊，然后就没事做放手，不是这样的啊。那我们专精第2招就是核心之中的核心，当然还有专精第3招。专精第3招，猴子偷桃，说的是怎么逃生这个英雄。基本上呢，没得逃。如果你自己在被对面集火是没得逃生，但是我还是挤出来一线生机给大家啊，不是小青也是挤出来的啊。说的是什么啊？就是说这一线生机怎么找出来呢？附身时形势一旦不对，觉得队友不可能赢了，马上2技能拉动，拖动起来。可是这也有学问的，拖去哪？要拉去其他的墙壁，比方说中间隔了一个墙壁，你不要说哎呀对面在打我，我直接往后走，不要，直接隔一个墙壁，这样是最稳最难死的。那如果在你拖动之前已经被打下来，记得你也不一定死，你被集火会变成无法选中的状态，会变成动物，然后照样的找一个厚一点的墙壁。2技能你还有一段位移，那个位移很长的，各位小兄弟，记得就这样逃就对了。雅雅这个英雄呢，现在很恶心，可是很少小兄弟知道原来还能够再变小动物，以为只有小动物这个状态是保命，其实你保命的玩法多着。我直接告诉你，也不只是只附身上去然后就完事，也不是，你可以承受伤害啊。刚刚说的无限连，当然也有一些例外的例子，比方说你的打野花里胡哨，你下得来可能上不回去，那就别下来，直接就在上面一直释放技能。这就是我们的专精3招说完。可是它最新版之中最适合打什么英雄呢？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一位甲虫科里纳卡。我们有较为稳定的控制能力，并且跟人很黏，配合高速移动打野队友时，往往能够形成多打少的有利局面。最大的第2个英雄就是兰夺，有兰夺在，你直接带个狂热，他刷也超级快，而且他怎么花里胡哨，怎么飞来飞去都好，敌人抓不到都好，你能抓到啊？你是他队友，你能这附身在他上面，完全不会有一丝的延迟，你就稳稳的在他上面跟着他。压制什么英雄？第一个就是奎伦，在我们的帮助下，奎伦很难秒杀我们的队友，而优先针对我们也会被我们的被动给化解。压制的第2个英雄就是萨迦，他敢过来就让他变成动物，而且我们的一技能能够有效的对他进行风筝，他想切我们队友，我们也能提供护盾，使得他很难秒杀我们队友。但是被什么英雄给压制呢？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一位泰牙，我们的护盾在他面前多频繁也没用，他打真伤。压制我们的第2个英雄就是马洛斯，同样的道理，即便我们多少的护盾多么的频繁都没用，因为他也是打真伤的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是 Matt Team 的我，喜欢影片的话呢，别忘了订阅、点赞还有分享，感谢咱们下次再见，拜了个拜。